大家早，阿弥陀佛。我今天想用很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修行的迷失。很多人都以为修行就是要快快乐乐的，不能够有任何跟快乐不一样的感觉存在修行当中。事实上，修行它只是一个动词。修行这个动词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在修行我们自己的心，也可以修行我们自己的行为，也可以修行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环境里面。它是可以把这个动词用在非常多地方的。那很多人他会觉得修行他不喜欢不快乐的感觉，他慢慢的呢就会从本来每一个礼拜他都会去某一个慈善团体或者是佛寺去当义工，他发现在那里有些东西让他不快乐，有些事情让他不快乐，有些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让他起烦恼，他就会觉得这个不是他要修行的环境，进而他就会离开那样的一个修行的环境，去追寻下一个修行的环境，寻找自己修行的快乐。这个就是其中一种修行的迷失。事实上，修行是真的就是纯一的快乐，没有任何会让我们升起烦恼的因缘跟机会吗？当然不是的。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在这个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摩擦，在人与人之间升起贪恋或者嗔恨，或者是一个中性的一种情绪的反应。在修行的当中，我们就是要在这个人事时地物的环境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去觉照自己的内心。怎么觉照自己的内心？就是观察到自己的内心的贪、嗔、痴、慢疑。当我们能够借由修行的这个人事时地物去训练我们自己内心对这些人事时地物的反应的时候，这个就是修行。当你遇到了一个你很讨厌的人，在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你不能够因为你很讨厌这个人，或这个人给你很大的压力，然后你就离开，而是你要去觉照到自己的内心有这一份嗔恨心，有这一份厌恶感，你要超越它。怎么样去超越呢？就是要把自己跟他人都能够看到，它就是一个因缘的缘起的假合。当你发现你自己并没有一个你执着的这个你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对方也不是你所憎恨的那个人的时候，你可以分解这个关系。很简单的就是分解它，分解没有这个我这个人，也没有那么讨厌的他这个人，你这个瞬间这个负面的情绪你就能够检视到，而且你就能够去看到它。当你看到这个负面情绪的时候，就如同一个黑暗的地方，你照亮了一盏灯，这个黑暗就不见了。当你看到这个负面情绪的那一刹那的时候，你的负面情绪基本上是消失于无形。那很多人为什么被负面的情绪所扰？那当然这些负面的情绪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是周围的人事时地物，这些人也好，东西也好，让我们自己内心起了这个烦恼。当你觉照到自己因为这件事，因为这件人升起烦恼的时候，你正视到了这个负面情绪，基本上你的负面的情绪就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修行人他在观空性的时候，他不管在正行的修行，乃至于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能够修忍辱，他能够去修慈悲观，他能够升起大悲心去原谅一切的众生，就是因为有这个无我的概念。当我们能够想到你根本就没有一个实质存在的这个我，也没有实质存在的他人，那你何必要生气呢？那能够这样自我解嘲一下，那你这个负面的情绪就消失了。
所以如何对治其中的一个修行的迷失，就是关照自己的心，觉照它，认识它，坦白它，揭穿它，揭穿自己这个负面的情绪。那这负面的情绪，这个烦恼就没有办法再主导你。现在有很多人，他是自己的烦恼比如说有法师或师父提醒他，他会起嗔心，他还会觉得说，师父你为什么这样子指责我我并没有想那样想。那事实上呢，如果我们能够学习这个空观就把我们自己这个无我的这个心量能够放大的话，即使你的老板在责备你，你的父母在责备你或者你亲爱的家人不理解你责备你的时候，你很快这个负面情绪就能够去转换了。所以呢，我希望这个修行的第一个迷思就是我们以为修行都不会有不快乐的感觉，这是错的。修行还是人还是有这个七情六欲，还是有很多的烦恼，但是重点在于你要如何破除这个迷思，就是你要去觉照它，看到自己负面的情绪。当你看到自己负面的情绪的时候，负面的情绪就像个坏人一样，马上就逃跑，消失于无形。今天我就用这个做分享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下回见，祝福大家福慧双修，阿弥陀佛。